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收租金这样子的被动收入，但是如果在选择租客上面不够小心，碰到恶房客的话，会导致财务和精神上面的重大损失。因此呢，我想通过这个影片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，帮助大家避免遇到坏的租客。选租客一定要注意这5点。第一点就是租客是否看得顺眼，因为在面对面互动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、穿着稍微的了解这个人，甚至从这个人的面相就可以感觉出他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房客。林肯总统呢曾经讲过一句话，那就是一个人在40岁之后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有些人呢看一眼就知道他不是善类，因此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繁忙，都会尽量跟这个租房子的人先面对面的见一面再说。顺带一提呢，有机会的话也要观察一下他车子里面是否脏乱。通常车子内整洁的人，房子也会保养得不差，所以不只是要看这个人顺眼，也要看他的车子顺眼才行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租客的情况是否合格。我自己用的背景调查网站叫做 Smart Move， 我觉得这个比 Rent Spree 还要更仔细一点。这个网站包括了租客的信用分数、月收入有多少、有没有犯罪记录、有没有被驱逐的记录等等，这4大报告只要有一个出问题，就代表租客不一定是合格咯。所以这项背景调查的费用呢，大概是40多块美金，要让租客支付这笔费用，能够显出他们租房的诚意。顺带一提，若是申请人有许多的资料未填，比如说银行资料、薪水、之前的租房记录、紧急联络人等等，这些资料都一片空白的话，那就很可能是想要蒙混过关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些人的情况是否合格，资料是否填写齐全，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第3个要注意的呢，就是租客的成员是否复杂。比如说，若是几个情侣住在一起，到时候如果分手的话，谁来付房租呢？几个打工的人住在一起，若是其中一个失业了怎么办？或者是2-3个家庭住在一起，生活习惯不同，爆发冲突该怎么样去处理呢？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把房子分租给3个户室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问题。但是 generally speaking， 租客成员太复杂的话，绝对是弊大于利。因此我们比较 prefer 把房子租给一个家庭，相对起来会比较好管理。选租客呢，第4点就是要问说，这个租客的个性是否挑剔。我就遇过一个客人，春天的时候抱怨说院子里面有果虫飞来飞去，夏天抱怨说冷气冷得太慢，秋天呢抱怨叶子太多很难清理，冬天抱怨热水器烧水烧得太慢。这个挑剔的租客真的是春夏秋冬都是要来找我的。之前的租客住了3年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那为什么这个租客一入住就东挑西挑呢？因为个性挑剔这个问题。所以我现在学乖了，若是一个客户来到房子里面一看，第一句话就是院子有蜘蛛网，墙壁有裂痕，这个墙需要油漆，厨房的柜子太老旧的话，我心里面就马上否决他，因为还没有租房之前就这么挑剔的，那入住之后会一天到晚找我麻烦的，而且个性要是挑剔的话，很可能会跟旁边的邻居发生冲突，到时候我能不去处理吗？费时又伤人，所以租客的个性是很重要的。找租客的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要问说，这个租客是否急着入住。客户若是很着急的要找出租房，可能是被前房东驱逐，或者是没有计划好搬家的行程，或者是其他的麻烦事缠身，所以对待这种急着申请租房的人要特别小心。一个急着入住的租客，8、9不离10都是比较缺乏规划或者是责任感的人。今年5月，我在丹门坝有个房子要出租，有一些客人房子都没有看，就急着问我说是否
6月初就可以搬进来，那这就是危险的信号。通常一个负责任的租客会花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找房子，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刻再着急的找。所以不要以为马上有租客入住可以收房租是好事，说不定以后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纠纷。我们都希望呢能够有收租金这样子的被动收入，但是如果在选租客的时候不够小心，很可能会导致财务和精神上的损失。因此呢，我想通过这个影片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，帮助大家能够避免遇到坏租客。若是你在洛杉矶有房子想要出租，不想要自己处理的话，我们除了房子买卖之外，也有做出租的服务。直接联络我，我会帮你找到一个适合的租客来带给你被动的收入。若是对于房地产也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康比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